那竟然是一件造化神器。萧炎、林动、沐尘三人低声喃喃道：“虽然他们都对造化神器的信息了解甚少，但是这神域杯应该在12大造化神器的排名应该也不低吧？”姑娘，刚刚我说是此言差矣，这神域杯并不属于你们，其原本它是属于我们种族的。三道影子也是讲出了神域杯的真正归属者，但是此话一出，圣瑶根本就不会相信。不仅是圣瑶不相信，就连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相信。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这东西一直在万界圣子之地千万年，现在怎么就成了你们外来之人的东西？这与强盗没有什么区别吧？见到对方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，又一道空灵的声音喃喃传出：“你们是否有听所说过，在千万年前，造化神器也一直不存在9界的任何一界中，因为9界的任何一界都无法承受造化神器的力量。一旦造化神器的力量被释放，恐怕9界都会引起可怕的动荡。可以说，造化神器并不是9界的神都能够驾驭的，他们的拥有者乃是万界之上、9界之上的那些存在。如果你们9界中任何一位神想要强行使用造化神器，恐怕就会立马被造化力量反噬，生死道消。”众人听了三道影子的讲解，倒是对造化神器的力量有所了解，只是没想到这造化神器的来历竟然如此的令人震撼，连9界都承受不住造化神器力量，而且强行施展造化神器，甚至直接生死道消，被反噬他们或许有所动摇。但是圣瑶很快也恢复了过来，就算如此，这造化神器一直在他们的万界圣子之地，也不会这样就被外来之人夺走。你说我们9界任何一界中都不能承受造化神器的力量，你们拿过去就可以？圣瑶的声音淡淡的开口道，这造化神器坚决不能落入对方的手中。然而三道影子的发音倒是非常的平静，他们也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片刻后一道空灵声才缓缓传出。接下来他们所说的话更是震惊了9界中的万物生灵和神灵。大咒之大，你们自然不知晓其中的奥妙。刚刚我们说过，你们9界是无法承受造化神器的力量，只有9界之上、万界之上的那个地方才是造化神器的真正归属。大咒除了9大界，在9界之上还有你们9界生灵神灵无法触及的神界域。神界域，众人无法理解神界域什么地方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9界之上还有未知的世界。他们一直以为大咒只有9大界，然而今日倒是才能够三道影子的口中得知，在9界之上还有神界域的更神秘世界。三道影子见到众人的脸上挂着无法置信的神色，继续说道：“在神界域中有你们无法想象与认识的事情，因为那里才是大咒的核心世界。就算你们诸神万界神之资源丰富磅礴，但是在神界域中还是无法与之相比，因为神界域与你们9界本不属于同一个纪元，而我们3位便是来自神界域。而神域杯乃是我们种族在千万年前遗失之物，如今已经寻得神域杯，我们自然要收回。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如果你们还要执意如此，那么我们不建议对你们出手。”没想到神界域的资源比诸神万界更加的丰富，而且神界域与9大界属于不同的纪元，也不知道在神界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世界。这让的现场的众人都对神界域充满着好奇，特别是萧炎、林动、沐尘三人，对于9大界之上还有神界域世界一说，今日也是刚刚得知这样的震撼消息。看来在这大咒之中，9大界只是大咒的部分世界，并不是大咒全部的世界。可以想象出这大咒的浩大究竟是多么的广阔无衡。这造化神器虽然强大，可是对于9大界的神灵来说根本无法使用，这倒是成为了他们的硬伤。不过对方所说的也不知是真是假，造化神器如此强大，连9大界都无法承受，这一点让很多神奇强者难以信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神元宫的主母他们已经聊好伤势，萧炎给他们的丹药的确很有效果。武瑶和苏佑薇缓缓起身，先是望着蓝色石碑一眼，然后看向三道影子，出声道：“你们果然来自神界域世界，一直以来我们也认为大咒只有9大界，看来还有一方神秘世界。7大神族，你们是哪一神族？”武瑶、苏佑薇二女稍微沉吟了片刻，然后便是从他们的嘴中顿时道出了这句话，令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搞不清楚什么方向7大神族，这又是什么？他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7大神族啊！萧炎、林动、沐尘三人的则是对视一眼，对于7大神族也感到了好奇，特别是萧炎可是对神元宫有所了解的，在神元公主母口中说出这样的话，那么自然是有着一定的信息和依据，而给这信息的就是那位神界大传奇元尊前辈。从神元宫2位主母口中说出7大神族的时候，三道影子的身躯都微微一愣，显然这是他们也没有料到的事情。刚刚就已经说了，9大界的神灵是无法触及到神界域世界的任何信息，可是眼前的这2位女子竟然知晓那所谓的7大神族，这简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一样。在这个9大界之中，竟然真的有神灵知晓关于神界域的信息，
这实属有些令他们震惊。你怎么知道7大神族的事情？难道你去过神界域世界？但是想来，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想要通往神界域世界，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他们来此也是付出了一些代价，不然连他们都无法进入如今的9大界之中。五瑶他们摇摇头回答道：我们并没有去过神界域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界域这个神秘世界，而且还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神秘的7大神族，不知你们是哪一神族？